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好，好，您休息，谢谢，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开心了，谢谢，感谢，谢谢陈老师，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保重，陈老师，好。Conserver sa culture tout en réussissant à comprendre et à s'approprier une culture extérieure, c'est la chose qui est la plus difficile dans le monde. Qi Gangshen a réussi à créer sa propre musique très personnelle, mais qui est un mélange entre nos deux cultures. C'est une musique perlée, c'est une musique raffinée, c'est l'élégance, quoi. Je vous montrerai avec les partitions tout à l'heure les 4 versions qu'il a faites. Mais Qi Gangshen, qu'il le veuille ou qu'il ne le veuille pas, il représente en tout cas en dehors de la Chine la musique chinoise. 我走上世界，知道我更多的是严肃音乐作品，这是让我特别欣慰的，也是让我特别吃惊的。但是之所以让我欣慰，是我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是诚心诚意的，我没想取悦西方人，也没想取悦中国人，我就是写一个我自己深有感触的，而且是在写作的当儿深有感触的。哦，这么冷，这书你都看了？我看了。你冷啊？这待会儿这么，我觉得陈老师会冷。那你们这才能把陈老师从浙江那边请到北京来？我觉得他有一种意志，他红光满面的，我看的。我看你们的节目里面也是，就皮肤显得特别好。对，感觉像你们给他做了美颜的那个。真没有。哎呦，陈老师，哎呀，陈老师，谢谢。我给您介绍我们鲁豫有约的大主持。陈老师您好。鲁豫。您好。对，坐，先坐会儿。
哦，您在北京平时就得这样？在家里啊，在家里不戴口罩了。我今天也可以不戴口罩，但是我不可能。不是你先戴着吧，您先戴着吧你这么我不敢让你随便摘。不是你现在需要戴你就戴着呗。那不是到时候不能还是不能戴吗？最终。它这个机器它是起一个助推的作用，不憋气。那就通过一个过滤网进去的，然后里边有一个马达，对，一个电动机，然后把空气吸进去。那您要在北京家里呢？家里是新风系统，然后再加上空气过滤。哎呦，我今天状态非常不好，最近可能一直都不太好。有发烧吗？发烧没有，就这个肺不是越来越萎缩吗？越来越小了，所以我走几步路就喘。所以你会感觉到，就是生命在失控，你控制不了了，感觉。没有，现代医学没有别的办法吗？什么人工肺啊，它能换肺，最后换肺，但是换肺它就有一个排异的，对，更大的一个麻烦。你如果没有体能的话，是很难的。但是他觉得你怎么面色那么好呢？尤其是他说上次看咱们那节目，他说你满面红光，他以为我们给你做了美颜。那是我们所说的叫结核红。结核红就是说，当你有肺病的时候，不管什么病，它都会有一种红。就一潮红，由于这个温度、体温升高，然后都体现在这儿，所以好像是化了妆似的那种。对，我就红光满面。那您为什么这个季节在北京呢？这个时候北京的气候，空气中一般人那种柳絮啊、花粉的，一般人都会觉得很难受。主要是要见医生，你不得不必须要来。就做了手术之后，这个癌这方面是彻底没事了。癌永远不能说没事，它这个潜在的这个细胞是永远都存在，你清除不了，就看你的体质是不是随时。我觉得我现在状态稍微平衡了一点。对，坐下可能对，就喘过气儿来了就好了。但因为下了车到这儿只有10几步路，我就会觉得就会喘气。那您是觉得在那个黄泥岭那儿就是好一些？也相对而言，你永远长期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之后，你会不知道有一种呆傻症的感觉。你就固定的一个地方的思维，每天都一样，也需要换一换环境。我在那儿待了最后这次啊，整整2年没出来过。对。不，那我看那个纪录片，去上海那次，那是哪一年？去上海是去年，这是唯一的一次出去。那出去一次简直是重大考验。对啊，我在去之前可纠结呢，一路上到那儿以后就开始发烧，完了以后又生病，生了10天。就主要见不同的人，对您就是一个我说今天完了以后，我肯定会生病，因为我必须要付出比我平常大得多的体力和能量，我才能支撑得住，让人觉得这人还正常。哎呦，我现在正在支撑着。我明白。哎呦，那先别说话，您先闭目养会儿神吧。我跟他说话开始第一次见面，我不敢大声说话。我现在也是。对，我因为我觉得肺摘除了2个的人，其实您现在隐居在那儿，他要是按中国古代来说，有那么一份心境。有的时候我在想，到底这个自闭症和我有什么区别？我也不是很明白。哎呦，徐老师怎么跟黑衣队一样啊？不是这个很久不见，很久不见。陈其刚老师，这是咱们岭南大学文学系的主任吧，中文系主任。这徐老师，你们俩呀是老乡，您是黄岩嘛？对，他是台州啊。台州，我也是台州。天台，我们算一个地方。黄岩就是台州，对吧？我这个前一阵摔了一跤，所以常戴墨镜，摔到鼻青脸肿啊。眼睛摔肿了啊！天哪！结果做了一段时间的王家卫。行吧，那咱们都到齐了，咱可以上座了。好，陈老师慢慢的啊，咱不着急。
你知道吗？就跟陈老师，就是我们《锵锵行天下》那次去遂昌丽水有一个山里边叫黄泥岭村，那里边有个书院，陈老师呢就隐居在那个地方，隐居在那个书院，常住在那里。那真是深山，跟陶渊明呢写的那个一样。但是他在那儿呢，就做很多这个音乐方面的这种，包括这个音乐研习班呐、工作班呐，这个全世界很多作曲家呀、音乐家啊、年轻人啊，又会到那个岛上去啊，他们就讨论音乐，挺有意思。那是个岛啊，它必须要涉水才能够坐船。这是公益的，他们这个音乐研习班都是分文不收的啊。就是我其实只办过4期，然后我就身体不好，我也办不了。就是招生愿意来，让我们有一个筛选的一个办法，然后让那些真正有志的年轻人来。这事情还是需要年轻一点人来做。我在开始做的时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所以没能坚持下去。但是最多的实际上还是一个人待的，所以那个园子很大，实际上常年就我一个人。他们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老在房间里，我也不明白其实。从早到晚不出门在干什么？您说在房间就听好多广播，也不是看书，也会听，对，也会看书，然后也会思考，也会想写作，主要是这些嘛。实在憋得慌了，出去转一下。对，因为那边有那个负责养殖的这些个农民嘛，那他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住在这儿，永远见不着人，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时间待长了会有点，多少有一点，怎么说呢？到2年的时候，我会觉得心里边有一点异样，我想还是出来稍微呼吸一点不同的空气。行，那我上次了解这个陈老师的习惯，陈老师开始了没有？没开始，一句废话不要说。就算开始了，好。开始了！我先介绍机器啊，这个你看，不是带货啊，这个是陈其刚老师到北京来做节目。我为什么特别感动？他把家里的空气净化器要带到这里，因为他这个肺啊有很严重的病，前些年动手术。刚才鲁豫还在问，肺总共有几片？我们俩在研究肺有几片，他说他也不太清楚。我们俩，陈老师，你现身说法一下。肺一共有5片，您还剩几片？右边有3片，左边有2片。右边我去除了这个中间的和上面的，还剩了下边的。那去除之后呢，下边这块呢，就会在一开始的自然往上浮，然后会撑大，然后占了一部分的空间。但是无论怎么占，原来这部分肺腔就胸腔的这个空间会有很多空地方。时间长了之后，你的纵隔膜啊，也就是把心脏和右肺分开的这个纵隔膜，会由于心脏和左边肺的压力开始右移啊。右移之后呢，可能会引起比如说食道压抑啊，然后还有一就是肺的整个右胸腔会有塌陷，因为里面没东西了嘛，然后你的右肩膀就开始就往下。就是人就开始，你的脖子什么的，都开始往右偏移。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奈，但是，就是你就是活的过程中间，你感觉到这些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
就是这个生命啊，实际上是根本就不由我们自己掌控的。这里边碰到的难题是我们，无论是我还是医生都无法解决。他只能告诉你是你有现在这些现象，然后你的呼吸的这个胸腔，由于你只剩了3片肺之后，你这3片肺特别容易感染，因为它相对变弱了，而且它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给身体供给足够的氧气，所以它就无形中增加了心脏的负担，因为心脏必须要泵血给全身供氧，那这时候呢，它就必须加快速度，然后就会形成，有的时候就房颤啊。哎呀，房颤，对，房颤，房颤就很危险啊，有血栓的危险啊。对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最后心力衰竭，因为他老是这样的高强度的工作肯定是不合适的嘛，所以我现在医生建议我就是一天18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吸氧，所以在家里全部，刚才我在路上都是吸氧。对，所以这个其实受到我现在这种咳嗽就是这样，因为特别容易感染，一出来就容易生病，所以你们3个千万不要有什么。但是徐老师好像是为了配合陈老师的病情，前几天摔了一跤，摔得鼻青脸肿，这个不会传染。对，摔了一跤。是打架吧？就头摔到一块硬的石板上，然后就在旁边大概10公分有一个雕塑，人家放在有那么高的一块石头，假如我撞到那个呢，拜拜了，就拜拜了。我就在想，那些人平地放什么雕塑啊？这是预兆着你要跟这个艺术家接头了。我早接头了，我的心脏不是早有问题了。所以，你们2个是同乡。这个陈其康老师的性格啊，我就不禁想起咱们上次拍那个《锵锵行天下》，我们去台州，这个当地人讲啊，说这个台州这个地方的石头啊，都是那种巨大的整块的那个石头，说有一个话叫台州人的硬气。你觉得他身上那是鲁迅讲柔石，鲁迅讲柔石就是有台州人的硬气，在一篇文章里边。后来回头我看看，我爸爸是有这种情况，是吧？他这种硬气啊，英文的说法 stubborn， 非常执拗，非常对他讲的硬气就是执拗的意思，就是都不听别人的啊。鲁豫整个看了陈老师这本自传体的书啊，太好看了，悲喜同源。你是不是觉得陈其康老师是个性格特别执拗的人？或者说特别有性格的人，就反差特别大。因为他问我说，我就对您的第一印象，我说特别仙儿，然后他说陈老师仙儿吗？他说陈老师是一个内心特别，你用的词是什么？是轴。但我觉得这是一体两面，他不影响，就他可以活得很仙儿，但是内心又是个特别轴的一个人。其实我现在想想，我的朋友圈啊，大部分都比我大10几岁，是您这一代人。为什么？我觉得您这一代人身上往往具备一种通人的知识结构，就是你比如说一个音乐学院的，是吧？但是你跟他讲文学、戏曲什么什么，他似乎，而且那个时候的人们，你看他爱音乐、爱电影、爱这个严肃文学。其实像王朔也是，这个就是知识范围啊。他就给你砍，我觉得这样的人实际上随着代际啊，似乎是在越来越少。就是到后来年轻一点的人呢，我们见到的是更专，就他在某个领域里其实可能比他的前辈走得更深，但是呢，他好像不在这种叫什么叫人文素养吗？还是那时代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常规的专业的教育，所以有些人他就有各方面的知识，出类拔萃。好像您是跟谭盾他们是同学是吧？班同学，对同班同学。刘索拉也是。你在那个你别无选择里边有没有出现？我还在找呢，哪个是您？有没有出现？应该没有吧。他们那一个班儿太有意思了。你对那一段的这个印象，觉得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刻痕？那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年代，就同学之间很坦诚，也很平等。然后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阶层，
然后岁数也差了至少10几岁吧。最大的46年生的，最小的应该是61年的啊，所以差距巨大。和今天的学生比的话，我觉得更应该说的是，在我们入学之前的那段经历，给了这些人不同，因为都有生活经历。您入学之前的经历，能不能讲讲简历？入学之前，我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然后在那个期间正好经历了这个特殊的年代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军队接受思想改造3年时间，然后被分配到浙江歌舞团，和我后来的夫人一起去的。然后这些经历就是给了我们不但生活，而且还给了我们一些学习的机会。这些学习的机会是现在的人完全没有的，因为我们在音乐学院这个环境，这很特殊。因为我们其他的就是比如说老3届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在普通中学已经离开了学校，就上山下乡啊，很多人连户口都迁出去了啊，想回北京比登天还难。而我们没有，我们始终在音乐学院这个环境。虽然是在附中，实际上在音乐学院这个环境中，附中大学是不分的，有的时候甚至是附中的同学要比大学的水平要高，因为音乐它不光是这个知识，它是个技能专业，就是你必须要有技能，而这个技能实际上在附中毕业之前他已经都掌握了。你看今天一个拉二胡的啊，他要上大学，然后还要上研究生，还要读博士，完了。这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每一个专业一定是有它的特点的。但我们那个时代呢，就是我们在学校里边，那是最好的学习环境，因为没人要你上课了。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因为老师都在。无法无天，对，野蛮生长。对，有些人就放弃了，他就回家玩去了，是吧？有些人就是绝对不会放弃。他一定会学的。我们徐老师特别爱听古典音乐，他讲的那个经历是我们那个时候最羡慕的。就那个时候，我们的在工厂就幸运了，大部分到农村去了。最羡慕的就是一个军队，一个文艺，他2个都见了，对不对？是那个时候就是那是天之骄子，所以讲起来也的确得到了很多，因为那个社会竞争啊，大家车停下来了。所以你这辆车啊，就显得就非常非常的优越。那当然，鲁豫都比咱们小一点了啊，咱俩差不多。对，你的年龄，你的这个70后的感觉，看他的这个经历。我现在回想，我最开始知道陈老师的名字，我现在回想应该能倒到88、89年，就是看了刘索拉那书之后，然后对他们这个77班的人就怀着一种崇敬、虚仰视才见的心情，特别好奇。但那个年代也没有网络，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找关于你们的一些信息，所以当时他们所有的名字我烂熟于心。您书里面写到，就是您这个班后来收了差不多将近30个学生，但我真的记得我曾经在可能是北京晚报还是人民日报有个小角落，就说什么中央音乐学院他们那一批开始收大概10个学生，15个吧，他差不多15个。后来因为说这个人才太多了，就太好了这一批学生。然后就扩招，从15个扩到可能将近30个。这个过程其实那一段在中国历史上，我觉得也是很神奇的。就是不光是我们扩招，我们能进音乐学院，而且当时为了这个扩招，是学校的3、4个老师联名写信给邓小平，然后这个信呢，通过不知道是邓玲还是谁的手递到邓小平那儿，邓小平是亲自批的，所以音乐学院就扩招了。然后之后就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个上大学之后的留学，留学更加重要，就是很多学生走出国门，看到了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太惊人了啊！那今天年轻人就出国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感觉了，没有这感觉，我觉得不一定是好事。就是一切都习以为常，一切都不在话下，一切都在自己手下。也不缺钱，对吧？然后出国也就是像游学一样的，也没有那种如饥似渴。那我们出去的时候是
要了命的，知道吧？就是你必须要学，你必须要学成。你一点退路都没有，因为我没有任何海外关系，所有的人，无论你是干部子弟，还是一个资本家的孩子，还是农民子弟，都没有任何退路的，就是背水一战，因为靠的全是政府的，或者是外方政府或者中方政府的助学金，你不好好学是不可以的。我觉得还是跟您的这个性格有关系，就是我觉得他骨子里特别狠呐，对自己特别狠呐。当然，像今天有些年轻人说你们跟我们讲什么成功者的故事，对吧？那是成功的人说的，那对我们能有什么作用？但是啊，我想请陈老师讲讲，我觉得对，可能，比如现在很多面临找工作，或者你有一个机会啊，那么也许有一个面试的机会，对吧？那么当时这个陈老师要拜这个法国这个现代音乐大师梅西安呐，那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啊。我原来以为他收您为徒，是因为什么？咱说的七大姑八大姨啊，或者有点什么关系。都看了他的书，我才发现，他凭什么收你为徒？我跟你讲，今天这件事情仍旧他可以说还是个谜，因为如果是我换位思考是他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收的。为什么？找我的人太多了。对呀，那找他的人更多呀。对呀，他为什么要收？然后别人说那是因为你有才，我哪有才啊？我完全没才，我可以说是一个出国以后学习西方现代的这个20世纪的音乐，我们就是白丁，一窍不通。他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就能拜到他的门下？我觉得这都是天意。我这个事儿是只能用运气来说，因为我要找他我是找不到的。然后我也没想的，我没那个胆量去找他，因为一个中国的学生到今天为止，你敢去找吗？比如说海明威，我在书里举了这个例子。你说海明威有名，你跟他去学，你试试看。你首先你找不到他，对吧？而且找到他了，他凭什么教你？你有什么才能？你能证明你什么？为什么教你？对他有什么好处？一切都没有。我也是一切都没有。所以我说这是运，你知道吗？时运。因为我正好要找他，然后我就在街上，我们第一天到了法国波尔多去学习语言，在街上就碰到这么一个人，让他骑着自行车看我们2个同学，然后他就停下来了。街上碰到一个人，一个法国人，对，一个老者，大概60岁左右，他就下了自行车问我们：“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吗？”然后我们说没吃的，我们想去找，因为法国商店全关门，周末全都不营业，我们不知道嘛，刚到。然后他说啊，那我知道，你们跟我走。然后他说有个集市在附近，一边走就一边开始聊了啊，那你来学什么的？我说我学音乐。哎，他一听说我学音乐，他眼睛就亮了啊。我们现在今天说是搞文艺的人，大家蔑视你，对吧？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今天啊，法国，它还会是这样。就是我在法国碰到的所有的运气，都说不定和我的专业有关系。然后后来我找住房，不是也是这样吗？那个老的一个建筑师在法国，很有那种 class 的建筑师，也是贵族一样的人啊，也是平白无故的。就在一个教会组织，说是周末的时候愿意，就是去见一见那些到法国来打工啊、没有工作的啊、来学习的一些年轻人，愿意给他们一些帮助。然后我就到他家去，他自己主动联系的我，给我打电话。然后他一听说我是学音乐的，他就开始聊了，然后我就开始聊中国美术啊，因为我家是美术家出身啊。对，然后用中文聊，不是用法文聊，那是用法文聊，但是肯定水平会很差嘛。他不管。但是之前你已经学过法文了。我学了7个月嘛，出国之前，然后每个星期他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到他家里，他们2老夫妻2人，你知道吧？就是跟我一块吃中午饭，完了以后就聊天。后来就是几次之后，他都每次走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些吃的呀，让我带走啊。然后最后我说我找不到房子住，然后他说那你住到我家来吧，那就这样啊。
我在他们家住4年，不要钱啊。哇，那也是因为我刚才说到回刚才的话题，就是我是学艺术的，你知道吗？学艺术的人就是在那个地方，他有一种盲目的，就是对这种学艺术人的一种尊重吧。然后我正式住到他家那一天，他组织了一个就是晚会，然后找了他40多个朋友，就是跟他们讲，就说我现在有这个，就是陈先生住到我家，然后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有什么可以就是帮助他的啊，因为刚来嘛，人生地不熟的。然后我就在这40多个人里边，我认识了后来很重要的那么一直帮助我的人，所以我说这些事情，再回到一开始的那个人，他们推着自行车，然后带着，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认识。他中午说你们不愿，然后又到他家去吃饭，你知道吗？然后给我们高兴的是就刚到法国第一天，这都是怎么回事？我完全不能理解。后来我在书里写到了，这个国家怎么遍地是雷锋？然后就是这样，有一天，就是这个同学说，你要在法国找老师，你就必须要找最好。谁是最好？他问我，然后我说，学音乐的话，最好的就是梅西安。他说，那你就找梅西安。找梅西安。我说，我怎么可以找梅西安？我是谁呀，对吧？他说，你在这个地方，这个不丢脸的，是吧？你没找成也没关系，你损失什么？然后他帮我写了一封信，我写中文，他翻成法文，是这样做的。然后最后之所以他收我，当然还和我的准备有关系。我们花了2个月时间来了解梅西安，然后写的一个新作品，同时呢就是进行实战演习的对话，就是梅西安将可能问什么问题。一个同学跟你进行对实战演习的对话。这个同学是学法文专业的，他是北外的高材生，然后他陪着我练，他有时候当梅西安，有时候当我，然后就是2个人互换位置，然后这样等到我去见梅西安的时候，我要跟他说什么，我已经烂熟于心了，但是还是会有些意外，什么意外呢？没在我准备范围之内的，这就叫意外，是吧？因为我就不会说了嘛。但已经非常好，他只学了7个月的法语，所以所有的音乐家都是学语言的天才。是吗？有这对说法？一定是因为他的听力会特别好。学语言的本质，你要听到、听清，能够分辨，才有可能听懂和去模仿嘛。哎，您说这个声音哈，我有一个挺无聊的细节哈。我看您有一次看这个跟这个外国的乐团在排练，就那个大提琴，然后您在那个座位上讲，你说这个大提琴的声音再小一点，然后那位大提琴手说，哎，是吗？说我是故意，我是以为我是有意要这么大的，然后你就说啊，那好，你是对的，就这样吧。哎，这为什么呢？这不太符合您的标准呢。因为他在台上有他的感觉，我在台下有我的感觉。他如果觉得自己舒服，这个舒服是很重要的，对一个演奏家来讲。他舒服还是您舒服？他舒服，他舒服，在台上他才知道我和乐队的配比关系是什么。哎，那我有一个好奇，就接文涛的问题，您书里面写的，您跟马友友那次合作，说一开始特别大的期待，但是一到彩排，马友友拉完之后，您心里面特别沮丧，因为跟您想的不一样。当等到演出的时候，您认为他的表现就是完美，超出可能您最初的那个预期。但是跟您刚刚讲的又有一些不同，就是你会认为他台上他有他的呈现，你有你的想法。那您希望是演奏家是能够最终和您的想法是吻合的。这是2个不同的领域的，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我对马友友的排练是马友友完全不知道这个作品。是第一次，全世界头一次诞生了这个作品的时候，他来排练。这时候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拉，甚至我也不知道。所以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拉成那个样子，这时候我会觉得啊，我就写这么一个东西，就很让我失望。
是对他的演绎失望，还是对你自己的曲子失望？都有，因为这时候你就不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这就是首演的这种挑战，就是这样。可能很好的作品首演演砸了，那很多例子啊，比如说老柴的《天鹅湖》啊，或者是这个柏辽子的《幻想交响乐》，或者是比才的《卡门》呢，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都没有听到，都是失败的。接受美学就完了，有个理论就是说，写出来的作品如果没有人读的话，就是曲子，就是谱子，直到有人演奏，它才成为作品。是，所以它等于是的，我只写了一半，另一半他完成了叫他就是一个2度创作嘛。我有点冷，有点冷啊。你看我说陈老师会冷，再把那个有点冷，我们把那个冷气关一下，或者升高一点温度。升高一点温度。你有没有带更厚一点的？因为我自己能量不足。有没有更厚一点的衣服？有一件衣服，但是会发出声音响。没关系的，没关系，要不您披上呗。哎，都关掉了。都关掉了。您说那个梅仙，其实我刚才想问的就是跟你的中国背景有没有关系？对，就他会对东方，对中国孩子会有怜爱之情，可能。他对东方是有一些个特殊的感情，我也觉得是，但是他对中国了解不多。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对中国非常有兴趣啊，这我没有觉得。但是呢，他是一个你给他披上了，没有那个没有文化歧视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完全不会因为你来自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然后你显得很无知，他就会这个鄙视你。歧视你，这在他身上没有。我在文艺界其实我很少感到这个，这是没有的。就是你是一个外国作曲家，还是一个法国作曲家，你所获得的机会应该说区别不大。哎，我想问问徐老师，你听古典音乐的兴趣偏向于哪方面？我后来就比较喜欢拉赫玛尼诺夫，我发现里边有俄罗斯的精神。这个是我个人的爱好。对，开始嘛，当然就是贝多芬啊、莫扎特啊，那也是10年以后第一次听到什么命运在敲门啊，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三观震动的东西。但个人的趣味后来还是偏向于就俄罗斯的我都喜欢，俄罗斯的音乐我都喜欢。但是你看，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他到这个法国去学音乐，他才发现，在法国的这个音乐殿堂里面，根本就没有你们所喜欢的，就是俄罗斯的一席之地。美术也没有，美术也没有，什么列宾什么的，绝对没有。拉赫玛尼诺夫啊，肖斯塔科维奇啊，真的吗？法国人不认这些人吗？你不能泛泛的说法国人，应该说法国知识界吧。就是他的这种，他们很多人是逃到法国以后才创作的。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知道吗？比如说斯特拉文斯基，他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但是呢，在法国的这个艺术高级的殿堂上，真的见不到俄罗斯的痕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谁正确谁错误的问题。你比如中国人喜欢自己的那些个作品，对吧？你到了西方以后，完全没有任何地位。他会有一种，他觉得他那个绝对居高临下的，所以你会在这个环境中间，有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压迫感，但这个压迫感呢，又会促使你去思考，然后就会促使你选择你自己的定位。我觉得这挺好的，因为你只有见识到对比，然后见识到不同之后，你才会。就是突然一下，我原来环境中间的这种感觉有点动摇，然后最终呢，你会逐渐回归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一个定位。其实我对俄罗斯非常喜欢，我至今还是非常喜欢。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与俄罗斯那一代人的教育有很多共通性，或者我们社会中有很多共通的东西，而在西欧社会，他们所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不煽情，他们对所有煽情的东西是非常鄙视的。他觉得你积极趣味啊，但是情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人来讲简直是至关重要的。当你没有情了之后，你的音乐或者你的艺术就会显得冰冷啊，非常有逻辑啊，而且确实艺术性有的时候非常非常高，你真难以企及。但是对我来说，这有什么意义？我有的时候会在想，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您这个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陈老师原来最早的一个作品有一个叫《逝去的时光》啊，就我跟您讲，您一定要原谅我在音乐方面的无知啊，但是我相信我讲的是很实在的，就是说，他在这个音乐里啊，当然用了很多法国现代音乐的作曲手段，这个配器，他在这方面很绝的，对吧？但是呢，他用的梅花三弄的这个旋律，然后呢，这个《费加罗报》的这个评论，把他给打击了，就是好像在他们法国人的这种当时的时髦标准里，或者现代音乐的标准里啊，就是你怎么搞起这个旋律来了，搞起这个感情来了啊？这个呢，似乎就是比较 low， 比较低级。我觉得这件事儿很有意思，就是但是为什么呢？这个音乐作品我听完了以后，我唯一记住的也就是这个旋律呢。那么也就是说，难道说欣赏现代音乐是为了，不是为了留下一个朗朗成诵，我们这还能吟诵不已的旋律，而是为了获得一个当时的这种所谓音响的这种组合呀、复杂的配器，得到当时的一个体验吗？我突然发现这里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鄙视链哈。在俄罗斯，小说也好，现实也好，他们把法国看得很重要。所谓贵族就是要说法文啊，你不是说英文，对不对？可是法国人呢，却把这些逃过来的俄罗斯，哪怕很有成就的作家，在你的说法里面，他们把它看得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中国的文学呢，把俄罗斯看得非常重要，对不对？俄罗斯对我们的影响是致生命的。我们把俄罗斯看得很重要，也是因为苏联这段历史。对呀，如果没有这段历史的话，中国人到底对俄罗斯是怎么看？我这个就无法想象了，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我们50年代唯一能够进来的就是俄罗斯，其他人已经进来了。但至少30年代，鲁迅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着重翻译什么毁灭啊，高尔基啊，包括东北欧的。和左翼有关系吧？我觉得这和左翼有关系。对，有一点关系。总体上，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是跟政治环境有关系的。但你又不能说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东西有兴趣，他们对西欧没兴趣啊。也有兴趣。他们对对西欧的兴趣是基本上止于欣赏，或者说是有一个时间，这个叫什么时间差。就我们最感兴趣的法国是雨果他们的法国，在法国人觉得这是他上一世纪的东西了。你煽情感情描写社会历史变化运动，我们现在最好的形容词，通过谁谁谁的一生展现了民族的命运等等。在法国经过存在主义，经过新小说派，他们早就把它看的这个是过去的东西。我们崇拜的是他们的。但是这确实存在一个艺术标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法国人或者说法国的这种知识界，他把俄罗斯的文学史、音乐史似乎看得很轻，但是实际上托尔斯泰难道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吗？就是或者说音乐不是没有一个，它就是好啊，能说它不好吗？那取决于谁来解读啊。如果你要是纳博科夫在美国给学生讲那个文学课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就把全部的房间的那个灯光都关上，然后窗帘都拉上，然后打开一盏灯，说你看，等于我们之前俄罗斯就是一片黑暗，这盏灯是比如说是随便卡夫卡或者随便举个例子，然后就把窗帘全部打开，说这个窗帘打开以后阳光进来，这就是托尔斯泰。那你取决于是谁去讲，是哪个角度去讲，就是不同的，是吧？是纳博科夫讲的。我们现在大致接受的那个西方文学的这个所谓3个黄金阶段，还是以英美的价值观来说的。
一个是荷马时期古希腊，第二个是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文学，第三个还就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就是说它这个是在人类历史上3个文学的最高峰。有苛求者就常常来说，鲁迅他们为什么达不到托尔斯泰？那每个国家这样来比都是很麻烦的。但是陈老师刚才讲的一点很重要，就是法国他自己有一套不受英美主流决定的艺术判断的一套标准，它在相当高的层面，它影响美国的主流价值。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个法国的留学生，已经很老的留学生，博士不知读了多少年了。他到中国来专门学老子，他就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听说我要去美国了，他就说：“哎呀，太可怜了，你要在那个地方接触艺术，接触英文。”就是他，我心想。整个19世纪，你们全世界跟英国争到后来，你们的殖民地都很糟糕，英国的殖民地相对好很多，对不对？我就跟他讲这个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嘛，这个世界发展是本。但是法国人他是从艺术上看，他觉得他的观点就是说，跟着英国人的，尤其是美国人的，那就是腐化。他们的中国的也很好哦。他相信中国的很好，我们别忘了赵无极啊，在法国啊，对不对？现在能让中国作家、中国艺术在全世界取得最高地位的是在法国哦。所以是不受英美的这个主流价值观影响。其实陈老师说明有一段话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你说第二天《费加罗报》的那个评论影响这么大吗？他写的是谭盾在法国一次演出，在我们看来他是选择旋律性特别强的一段乐曲，但法国观众现场就起哄啊，意思就是我们不要看这个，我们不要听这个。他们恰恰认为你非常迎合我们的曲调，我们不懂的可能觉得旋律好，我们就觉得好。他恰恰认为你这是在迎合我们，是媚俗的，是不够艺术，不够高雅，他们不要这些。所以说这个事儿特别聊起来特逗了，我就觉得有时候会形成一种风气。我这个比喻当然可能是不合适的，比方说啊，当年有一个年代，就王朔小说非常风行的时候，它带来的影响利弊可以说兼有，有的时候有点过头，比如说就反崇高。一旦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以后啊，那我很真诚的讲点什么很有价值的话，你不好意思，你明白吗？你脸红，它慢慢产生一种调侃的这么一种东西，就是说，你要太透露心中情了，或者当然，因为我们过去经历过那个年代，就过于假大空的一些宣传，但是呢，到最后呢，这个出现了一个颠覆的这么一个风潮。这种颠覆的风潮呢，有点像带来一种，就您说的法国现代音乐的某种标准，就是你抒什么情啊，那多酸呐，对吧？还什么？哎呦，我的土地，我这太 low 了。可是我上次见到一个香港的一个电影人，他也觉得，他说这个我们拍了一个电影叫《十月围城》，其实那电影挺好看的，对吧？他说这里边有中山先生有什么，就是说讲辛亥革命，对，就是说我们觉得讲的那些烈士的话呀，香港的编剧觉得是很真诚的，多么动人呐。但是为什么在内地电影院他们这个人会笑场呢？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我们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个变迁，所以呢，咱们有些时候觉得，即便你是出于真诚，也出现了误读。比如说我们要拍一个片子，一个嘉宾他讲着讲着他流泪了。那我就说流泪了也很好啊，就能够咱们就用的长一点。我真的发现年轻一代跟我年轻的这个编辑编导就说，哎呀，文涛老师不要，差不多就行了，就不要出他流泪的这人家说咱们太煽情了。我说他又不是有意制造的，人家就是自然的出于至诚，为什么就？如果在他家他不会流泪可能？您是说他是表演？它不是表演，它是场景所致，就是这个环境触景生情嘛，对，让他可能更有某种表现欲吧。那就您说的这种就是说感情似乎就被这个，比如说这个逝去的时光里面，这种东西似乎就被他们的时髦所低看。不是，
我觉得在法国艺术里边，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说，他们会在达到高点之前就进行限制，节制的，进行限制，要进行限制，要克制。克制是高雅的体现。哦，如果不知道克制，一个劲儿的放纵，那会让人家鸡皮疙瘩全起来，就觉得啊，这人太怯了，这个人真是不好。但克制是不是又太刻意了呢？艺术就是刻意，对，不，但就您刚一说这克制，我就想到那个简伯金，他一开始不老拎一个菜篮吗？就在拎那个著名的包以前，不老拎一个菜篮吗？我小时候会觉得哇，拎菜篮特别酷，但我现在才看，我觉得特别刻意，就是你这个随意的背后是刻意，那克制的背后是不是也是刻意呢？那比如说你化妆是不是刻意？他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化妆，那有些人就会认为你就是一个野人，就是一个糙人。但如果你一定要化妆，那有些人认为你就是做作。他观点不一样，但是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与传统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更改的。你到法国就绝对不能煽情，就觉得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吧？你愿意做就做，就是这样，就挺好。但是不需要煽情。我们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研究生的宿舍里就在争这个问题，就是一种认为艺术就是真情实感，我现在有真情实感了，我流露出来，我流泪了，我喊了，我骂人了，这就艺术。因此呢，我们很多人喜欢巴金啊，等等等等。那另外一派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是我们把它叫什么积极浪漫主义，就拜伦啊、雪莱这类。那另外格尔利兹啊、霍斯华斯啊，他们就认为艺术不在于这种激情的宣泄，而是这种激情冷却下来以后，变成了一种艺术的格式，那个才叫艺术。所以法国人呢，至少是这个陈老师介绍的现当代的这个法国艺术界，比较偏向于接受我们称之为消极浪漫主义的这一派的文学观，就是你哭的时候，这不是艺术；明年这个时候你还哭，你写出来也许是艺术了。那你要按照你这个标准，我认为那个鲁豫的节目里出现过的一些嘉宾就不够节制。那你要看时代，但是至情至性啊。那你要看时代，他可能10年前流泪，可能在那个年代他又属于是 OK 的。你放到如今，是不是会觉得有一些小小的煽情？中国社会也有变化，对吧？都有变化，我觉得。就是法国人他在对别的文化的价值标准上，对，他是尊重呢，还是觉得我高？我高。哦，就所以我是风闻说这法国知识界有一种高傲，对，就确实是这样，是很明显的。但是你要具体的批评说他我高，他可能都不意识，他没有觉得自己比人高人一等，只不过他会非常坚决、非常清晰的说，你这就是不行，哦。那就说你和我的价值观不一样，这时候我们这个就应该怎么样，法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啊，其实蛮复杂的。它可以分成2个层次，一个层次就刚才陈老师讲的现当代法国，它在价值观上它是20世纪的，它是比较超越冷静，它相信自由高于这个正义等等这些。但是在100多年前呢，影响中国的时候呢，它相对于英国的文化来说呢，它又比较强调革命、平等、正义。就法国这个，我最典型的例子吧，上海吧，就有2种文化。你黄浦区啊、外滩啊、跑马厅啊，那都英国文化。娱乐就是跑马，大部分人什么人是正经的，就是银行上班的这些。可是法国文化呢，在淮海路、徐家汇、这个衡山路，他们的代表是什么呢？梧桐树啊、咖啡馆啊、舞厅啊、书店啊，以至于在上海就形成了100年，形成了这么2种文化啊。中国人的相信的文化，主要指的是法国文化，就说香港有钱没文化，
其实要是以英国标准来讲，香港很有文化，它有跑马厅，有中环，它讲法律、讲道德，这个一大堆。可中国人觉得这个不行，这些人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睁眼都不看啊，不会凑在咖啡馆里组织革命活动。所以中国后来想到的文化革命，其实是来源于法国。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什么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那个，对不对？就是描写工人怎么受苦。悲惨世界嘛。对，悲惨世界，La Misera，那里边的每一句都唱到中国人的心里去了。而这个法国其实不是当代的法国，这里边有一个世纪的一个误解。但中国人我相信都感激法国文化当初给中国人的这种启蒙。这法国的大革命的启蒙的这个精神，始终是大家盼望的。中国革命受法国革命精神影响，我想去一下洗手间。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您把那个麦摘一下就好。也不用摘了，它那个关一下就好。或者您需要休息一下吗？没关系啊，你再给我点茶。好，谢谢。我觉得您刚才说那个梅西啊，我觉得是对的，就他一定是对他宗教信仰，然后加上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他有一种天然的怜惜之情。如果是美国学生，他肯定连看都不看，我觉得。英美呢是经济救世，他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像我们这样，这套经济制度，大家都会好起来。法国是文化救世，全世界的人都能像我们这样来对待世界的话呢，他觉得这个世界 international 就一定会实现了。对，所以你到巴黎，你会发现法国人对讲美式口音英语的人是最不好的态度。而且你对其他人还好到餐馆里千万不能叫可乐，你叫可乐真的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他们最抵触美国。每次我都很怂的，我说对不起，我不会讲法语，你能不能跟我讲英文？然后说啊，行吧。哎，他们就是有这么一种就高人一等的这种。不，那背后其实也是自卑啊。就是现在的法国不是当年，但是呢，它是唯一一个能表露这种自卑的民族。像意大利啊，他们就服了，就全是英文了，对不对？我不会因为讲英文而难为情了。法国人就觉得我跟你讲，你讲英文，他就觉得。我在巴黎最神奇的一次经历，我在地铁站里面买票，怎么都说不明白，那人也不讲英语，我怎么都说不明白，正在焦急之中，后面一个人跟这个人突然用中文对话，我就惊着了。卖票的是法国人，转头一看，说话的人是一个美国人，他们俩开始中文讲话，然后我就傻掉了，因为那是很多年前，那很多年前，可能就2000年之前，我觉得，然后我就愣了。后来那个人好像在中国留学生，然后这个卖票的法国人，我说你怎么会说中文呢？他说哦，我将来是要去法国外交部工作的，我是自学中文。这个人特别逗，我想他很有前瞻性，我就好奇他有没有去法国外交部，然后派驻中国大使馆什么之类的。其实我的感觉上，法国好像对中国有兴趣，有一种想象的，对，有一种想象的误解的美感。你包括这个艺术，它就直接受这种影响啊，什么马蒂斯啊，什么的，就是东方日本浮世绘，对，而且就我为什么说东方主义啊？就他们曾经有一种想象，当然这种想象后来就是破灭了，觉得东方代表着那种。什么叫迷醉、神秘、奢华、颓废，是吧？还有就是盛产黄金遍地，盛产香料，对吧？就是那么一种地方，这个真是挺有趣的。东方看西方啊，西方看东方。你知道我在前一阵在这个伦敦看了一个展，这个古希腊这个不是跟波斯互相打过仗吗？就波斯打输了。但是波斯的这种帝王文化影响了希腊人，就是希腊这边有些雕塑，就开始他们饮酒啊、饮宴都是站着，因为希腊就是公民社会，都是平等的，对吧？然后就是说呢，他们跟波斯打完一场战争之后呢，虽然把波斯给打败了，但是他们也看到了波斯的这些皇帝大流士的光，大流士，我家伙这么多人陪着，于是呢。
你再看希腊的雕塑，就开始出现这个题材，就是躺着、仰着，还披着那个波斯式的那个毯子。我是躺着的，你们都站着跟我喝酒。就所以我说这个腐化不是这个奢华，这个不可挡的，真的谁都知道舒服，你知道吗？他哪怕像西方人，他看到东方这个温香软玉的这种，这东方就有一种让人迷醉的。当然，实际上是东方的统治阶级，对吧？但是呢，就能把他们给感染了。他也是学一点，要他整体的他也不行。不，你像就是我们认识一个美国的，就是一个反正是一个跨国公司的，在中国，第一次让他去中国捏脚。你知道吗？他反正根本就反对，他就说他说我们不能接受，怎么能有另一个人给我捏脚呢？是吧？我说去，有点挺熟的嘛，去了一次，哎呦，现在他每次来北京，第一天晚上都不跟我们吃饭，说我先去捏脚，就你知道这，我就发现我说这舒服啊。哎，你知道陈老师那边写的有一段特别有意思，但是有一些细节特别逗，他要写他那个陈老师来了。太有意思了，没事，你接着说，陈老师。没有，正好在说到您的书，陈老师，我就他看里面就写到一点，就当年那个雅尔来北京办音乐会，你像当时在中国特别火的几个就是偏流行的音乐家，什么雅尔还有雅尼，都在北京火得不得了。电子音乐是吧？对，但是雅尔还不是。然后当时陈老师他说他们几个一些同学吧，还是什么同行去，就怀着很大的兴趣、特别大的期待去看去听，然后说。就特别沮丧，觉得简直是跟想象的完全不同。我想，天哪，雅尔，陈老师特别感谢。这个对我们来说，因为我又不了解别人心目怎么想的，我只是说我们当年的感受嘛，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对，你到了一个专业环境中间去接触这个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还有理查·克雷德曼也是。对，理查·克莱德曼。对，同意。理查·克莱德曼在您眼中是不是倍儿俗？不是在我眼中，就是俗透了。对，在可能专业音乐界的眼中吧，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对不对我不知道啊。对，小时候第一次听觉得蛮好听的，后来就听不下去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就是您比如说现在假如想学音乐的年轻人是吧？就是他谁都想成为最牛的嘛。那您如果说这连标准到底什么是最牛的，是以什么为标准？我要做出什么样的作品我牛呢？我的标准，我的标准有千万个我呀，就是我的标准。那最后怎么能承认你是最牛的呢？不需要你承认，只有这种胆量的人才能最终获得他自己应有的生命力啊。如果是你的标准来做我的事儿，那我没有灵魂的哦。自为标准，艺术就是这样。艺术我觉得和人格紧紧相连的。人格？对。怎么说？他怎么说吧，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有思想，但是最终这个思想你必须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去把你的思想实现，才叫有思想，而不是说你只是个想法而已。那么这个思想的实现实际上和你的人格紧紧相连，也就是和你的人生观紧紧相连。如果你连人生观都没有，你连自己的追求都没有的话，你那个艺术肯定是苍白无力的。这个理查·克林曼就是这样，因为他的目标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其实任何一个艺术品当在创作的时候，他如果有私心杂念的话，或者他有邪念的话，是根本就躲不过去的。这个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今天大家都说 AI 的，对吧？对呀，AI 能写音乐了，是吧？是啊。可是我觉得大多数说 AI 的这件事情的人是在玩 AI 的人，而不是 AI 自己。AI 自己没说话呀，他没说自己有多牛啊。因为要证明这件事情它是这个有效的、可行的，必须 AI 创造出那个音乐来啊。你把那成品拿出来一看，那简直是小儿科啊！就是连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要作曲家写的音乐比 AI 还快呢，而且这种音乐大家不稀罕，不稀得写。那他会不会采收的这个数据足够多，他把人类一切的音乐素材都学习了，最后他出来一个东西？不可能，我觉得不，但也可能我错了啊，因为我并没有看到将来，将来我也不在，大家都不在了，我们只是在争论嘛。因为什么呢？我觉得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它是人类灵魂的体现。人类灵魂不可能采集的，你采集不到的。因为 AI 能做的是什么？现在比如说 AI 可以收集信息，重组信息，然后呈现重组的信息，而且可能呈现的非常有趣，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却不可能写出这个托尔斯泰啊，写出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啊，什么就悲惨世界啊，红楼梦啊，哎呀，完全不可能啊，因为他没有灵魂，他怎么写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样？但您知道，陈老师现在小孩特别有意思。我之前跟几个年轻的人聊天，他们现在小孩在 AI， 比如用那个 ChatGPT 跟 AI 聊天的时候，就会夸 AI，说哎呀 AI 你真棒，说你这么聪明，什么都会。他们要在 AI 世界里留下一个特别良好的记录。他们认为 AI 一定是未来我们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想在此之前跟他们搞好关系，先讨好。对，特别有意思。然后 AI 就会说，哎呀，我们也没什么了，我们就是一个 AI 的模型，仅此而已。你讨好观众都为真正的艺术家所不耻呢，你现在讨好 AI， 说明当代但是 AI 能做的什么？他那个回答也就是这样，他也收集信息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结果嘛，他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创世纪的一个伟大的作品。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不可知。你看，这个基辛格不是也很关心人类未来嘛？他跟一些个搞这个大数据的做了一个对话，写了一本书。我觉得他这本书里其实看来看去啊，我就记住一句话，他反复他们就在说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人类以前呢，汽车我们知道它的原理，知道它所以然，所以呢，我们能够控制它。但是现在的真正的转变在于什么呢？尽管我们设计了程序，可是我们已经不知道它在里边转了什么脑筋了。我们不知道它，就比如说这个现在网络平台上为什么推送了它，为什么推送了它，连平台的管理者也不知道它内部是怎么。就你以为他应该按照我们输入的这程序，他应该选它呀，但是他选了它，就像那个下棋的一样嘛，就是到现在是你不知道你设计出来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做出这个选择的，因为数据量太大了，这里面存在一个输出的一个不可知。比如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哪怕作为一种偶然性，有一天他出来了一首曲子，竟然把全场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我觉得没有。如果没有人甚至我如果说这是陈其刚作曲，这不是 AI， 大家听完了泪流满面。You and me， 对 ，You and me 太容易了，就是这不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创作不是这个东西，它是人类心灵，这是没法创作的，因为这不可代替的。你不能说这个 AI 可以脑机接口了，是吧？我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但是你的那种心灵感受，却不是脑子里想什么，它是一个非常虚空的东西。这音乐之所以它伟大神圣，它其实和所有其他艺术相比，它是不一样的，它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什么都没有啊，它是在空间是这样一种感觉。这个和人类灵魂，也就是说人的七情六欲所有的感觉是非常贴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我和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 AI， 我和你脑机接口了。即便我了解了你，我只了解你一个人呢，我不可能了解人类呀。我觉得您对这个艺术的看法哈，接近于一种信仰。这是很 classical 的一
艺术观。我觉得要我做大公司的老板，我就发令他们做这样的实验，比方说，你把所有鲁迅讲过的话，通通输入到一个机器里边。这个技术上不难做吧，对不对？而且呢，你也告诉这个机器，他讲这些话的背景，他是讲谁什么的情况。那这个机器完成了以后，你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比方说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作品，纳博科夫这本书，现在中国社会里出现了什么一束梨花压海棠，你怎么来看？那这个机器的鲁迅就会运用它。有风啊！没事，讲到鲁迅，我们要对，真是鲁迅显灵了，鲁迅照着我们。他根据他以前所有的逻辑，包括情感，包括愤怒时，他能不能产生一篇文章，让我们看？我们都很希望看到他对一个他不知道的事情，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如果这个方法可做的话，我们就可以评论这个机器做的鲁迅是怎么样的，或者可能说，离谱，不可能，或者是说，它有点像鲁迅，或者是等等。那么还有不止一个鲁迅啊，你可以做几千个，你李商隐啊、李白啊，对不对？你无数的人都可以这样，产出。当然，这个是非常无趣，这个是非常无聊的一个事情。这个里边就还说到您刚才说的这个接受美学了，他对，从我们创作者的角度，我们不肯相信，但是胭脂从接受者的这个角度，他会给他什么样的印象呢？他可以去做出100个鲁迅来，但是那是过去的事儿，那不叫创新呢，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类的创造，它就是一个独具个性的、非常有前瞻性和创新意识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机器不能做的事儿。你比如说就是马斯克可以把人类带上火星，对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灵魂的极致发展。到了火星还是这帮丑人，对吧？有什么变化？你都开始重新破坏那个地方，对吧？你活出新价值来了。我觉得这艺术本身的神圣性的一个是神性的东西，这真是不可拷贝的。他认为艺术可以顶得上原子弹，可以胜得过绝对胜过武器，绝对胜过。怎么说呢？就是他把生命可以把生命带向极致，这是任何其他东西这不可能，原子弹不可能啊。带向什么极致？毁灭，对不对？这是没有的，就是只有艺术这种形式，它超脱了某一个人、某一群人的榜样的力量，因为艺术是完全凭空，就是人类的一种特别深的一种想象，而这种想象是可以让人们变得伟大，变得勇敢，能变化人。对。那您指的这个能变化的人是一少部分人呢，还是大众呢？这就让我不就想起你自己也会经常感叹，就说搞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现在这个圈子就是那么一个圈子，甚至有点像，我记得是讲爱因斯坦嘛，就是世界上大概只有5个人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圈子。我能感觉到好神奇啊！我先请教您一个词儿，什么叫肢体？肢体就是在形成音乐过程中间，一个音与另一个音，或者一群音与另一群音形成了某种组合，就是编织的织。对，就说它这个比如说我理解就多种音色、音响、和声什么的，它这种编织关系，真正会听音乐的听这个，以至于我看到一个芬兰的音乐家，他就读他的谱子，他就讲，他说我读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陈其刚的这个乐谱啊，他说他没有多余的音符，可能有些作品是会有一些无意义的音符，为了丰富吧。
他说他发现每一个音符没有多余的，这让我想起您受的中国古代文化影响里的惜墨如金，就是说我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有它意义，以至于这个芬兰这个音乐家说，我就感觉到对他的每一个音符我都得认真的把握，因为呢抽掉了其中一个音符，它的结构就塌了。我看到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你要是我这水平，他抽掉陈老师作品抽掉10个音，我也觉得立得住，听不出来塌了。但是你看，就说明它是一种这么样的精微，它一定不是多数人能够你听得懂的。但是但是他却引领着，就跟比如说你奔驰车，不是所有人都能开的，对不对？但是他却引领着大众说啊，那个是好东西，就是这样。奔驰领着我们走，不是，我只举一个，就是汽车领域，对吧？汽车领域就是这个样子。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讳言，的确存在某种精神贵族，对吧？就是有些艺术，它好像就是琢磨到了这种高精尖。你中国也是啊，昆曲啊，为什么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没有几个人。所以我还特别想跟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说中国音乐重旋律，这似乎在节奏上面就比较随意。那这个西方这个音乐呢，它就比较重这个结构。那么这两个是不是反映了文化的不同？这又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中国？你甚至你看，我会联想到中国的这个绘画是线条的艺术，像春蚕吐丝。你看咱们都是，哎，一个东西确实是旋律的，我自己都觉得我节奏感不强。你比如唱卡拉 OK 啊，我那个旋律能唱，但是他不知道是哪个点上唱哪个字。您觉得这是不是有种民族的特点？应该是有的。我们其实汉族的话，节奏意识是不强的。对，如果拿音乐和绘画比的话，我觉得中国的绘画艺术的发展要比音乐要极致得多。极致的多。对，我们的音乐，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就是一个极星的一个层面。就是大多数文人呢，他们弹古琴啊什么，其实都是附庸风雅嘛，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也就是专业作曲家、专业音乐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它却形成了一个音响的传统，就这些音响是我们听到的，这是我们习惯的，而这些音响影响了我们整体的，包括现代的音乐思维。所以我为什么会非常重视它？因为那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如果你把这抛弃掉的话，你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你只有从西方那儿开始了，不是很没有意思吗？我们为什么要去和别人做的一样呢？对啊，我觉得您就是一个所谓讲好中国故事的好典范呢。这里用了大量的中国的音乐素材，中国民族的这种灵魂的这种东西。但是呢，也赢得了西方音乐受众的喜欢和接受，甚至是惊艳。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有个过程吧，都是先离开再回归，是这么一个过程。对的，离开是必须的，你要必须远距离看中国，才能知道中国。如果在中国这个环境中间永远生存下去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到底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可能会变得妄自尊大，或者是妄自菲薄，都有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会有这两极嘛，就是要不然就是纯学西方的，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够牛了，我们有多少千年的什么，你知道吗？其实你越学习的话，越发现各有千秋，每个文化中间都有特别值得学习的东西。所以你说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取得了，或者怎么样？这话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如果说你有一定程度的成功的话，那就是因为你变成了一个符号。所谓符号就是你，因为大多数人他不愿意做你，知道吗？他要成功。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我们要流量，对，这时候我们的节目的质量就必须是下降的。
因为我必须要适应，对吧？某种市场的要求，适应市场的要求，对对，质量就我们马会下降。上播理查格莱特曼。适应市场的要求，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知道吧？反正不是你自己。但是你如果说坚持做你自己的话，我就是这样相信，我就是这个几十年我是这么走过来的嘛。也就是我从一开始去做人家的好学生，我真是希望做一个好学生，我可以在好学生中间脱颖而出，变成人人都喜欢的一个人。但是最终可能是我的性格和从小那个家庭教育，还有我们的社会生长环境所跟我们决定的台州的血统有关。对对对，摆脱不了。我就自然的要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我受到的一开始肯定是打击。这也是一种奢侈，很多人根本没有这个选择。对对对，我就说，所以说运气还是在这里面占的。所以陈老师说那个特别好，他说他到法国就是一棵长到30岁的中国树移植到法国，然后再回来就是一个又移植回来的一个世界树。我觉得这个说他的音乐也特别合适，是吧？因为你没有文化的根之后，你是很难成长成一个大树的。但是呢，如果你就这么想，你肯定就是个三流作曲家。就这么想是指要用中国民族的东西，就是你如果想只有用中国才能成功，你肯定是个三流作曲家，因为你就是一个文化出口公司，就是一个拼盘儿啊，友谊商店。西的来点，中的来点，合在一起，为了让你高兴，也为了让你高兴，谁都不高兴的。陈老师说的是您说的是艺术性、人性、心性是靠前边的，家国性反而是靠后边的。从艺术角度来说，对，我觉得家国性实际上是你，我觉得是人，一个作曲家或者一个艺术家，其实在哪儿生活，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到自由，可以找到独立的可能性，这个时候，那个地方就可能是你的灵魂家园，也就是可能成为你的家。这个时候你创作出来的音乐，实际上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台湾生长的一个年轻人，你必然带有那个地方留给你的所有，你真是摆脱不掉的啊！其实这只是不分高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呢，经常把这个中国风格说的狭隘了，就必须是一个中国旋律，或者是中国戏曲啊，这才叫中国风格。实际上不是，中国性格。中国性格，中国性格，中国性格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要煽情，要深情还是要煽情，要煽情？这个就是它一定是与西方的那个绝对不能煽情进行了一个杂交，那肯定是这样的。所有成功的中国作品啊，就是中国人写的作品，演出的问题就很大了，就是你不单是音乐了，你其他的艺术形式，比方小说，中国小说有没有可能不写中国故事，而成为一流的小说？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日本人有，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它仅仅是人种上，但是中国人。夏志清在说批评中国20世纪的文学，就是说他们 obsession with China 嘛，就是说太痴迷中国了。那杰默森呢，第三那个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就是说，第三世界的国家它必定是民族国家寓言，就第三世界的文学必定是讲自己民族国家的寓言。所以这个一正一反都是在强调一点，就是说中国作家就像我现在写书整个是讲，不管他们有心也好无意也好，他们必定在讲中国故事。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一方面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中国人他不生活在中国了，他的余生也就一直在国外某一个地方了，那他有没有可能他不写中国故事了，他不再像我们现在在海外流行的那些中国作家一样，要写几代的苦难啦，要写女权怎么样被压迫等等等，他不写这么故事了，有没有进入世界文坛被世界公认的？我反正在我的这个视野中间，我没有发现。其实这个它是个自然而然，就像陈老师这样的，你能脱离得了你的土壤吗？
或者说你最方便借用的就是你在这个国家的一切经验，所以这个是不言自明的。反倒如果老提起来说呀，反倒我觉得影响创作的心态啊。但人最终都会回来，我觉得就是刚才你们讲的，我在想一个，就现在很多年轻人会特意的用一种非母语的语言来写作。后来我觉得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然后后来发现，所有生活在海外的艺术家，不管是音乐家、画家还是文学家，他们在一个异域的环境里面会呈现某种失语的状态。这个失语状态很有意思，一方面你会很脆弱，因为你表达不了自己，不能很深层次的表达自己，但同时因为你在一个失语的状态，你的表达，一旦你表达，你会变得很大胆，会说一些你在母语的状态里面无法表达、不敢表达的情感。对，就像我知道有的那个留学生哈，谈恋爱的时候，有些那个就有点不知廉耻的那些狂热的那些情话，他要用英语说出来才自然。他拿必须的，对，他或者拿法语，因为没有感觉，他没有感觉，对吧？他觉得拿中文说出来很羞耻。也不单是没感觉，因为中文没有这个表达的习惯，对不对？谁平白说我爱你之类的话，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餐厅吃饭，旁边有一桌是我认识的一个男的，是个音乐人，然后旁边跟着一个女孩是个外国人，他突然跟我说：“哎，鲁豫，那个混。”吃完饭以后跟我混一下怎么说？我就想说的，我说你真是临上教先抱佛脚，先扎耳朵眼。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你像咱们讲的这个，都是很轻快、很快乐哈。我觉得陈老师呢，还有就跟您的性格也有关系。他早年呢，他甚至就觉得啊，就说欢乐的音乐一般都比较肤浅。出不来什么好的音乐，他觉得好的音乐都得是忧郁的，文学都是这样，表演也是如此。大部分的好作品是悲剧的。对，因为人就是悲剧的嘛。啊，大家在座的人最后都是悲剧的呀。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们挣脱不了命运。可是因为悲喜同源，悲喜同源。因为我们逃不掉悲剧的宿命，那我们不是更加应该抓住一点非悲剧的东西吗？可是为什么人类对非悲剧的东西没有感受啊？就是这个还是生活本身给予你的，所有的回忆中间都带着悲伤。所以呢，我想让他们找了个照片，我因为这张照片引出我一个问题，你看他这个出来谢幕。你可曾见过哪个作曲家？就是怎么像我觉得为什么当时您是这么一个好像后面是鱼龙是吗？是，这是像是什么表情啊？因为那个是在雨梨去世以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们演《逝去的时光》，专门请我去广州，然后大家都特别有感受。哦，哎呦，那真是对不起了。上台谢幕的时候，你看于龙那个姿势。哎呦，真的是，当时您就是想到了雨梨，对，抑制不住嘛，因为这个时候场景就是这个样子，整个排练的过程啊，因为以后在他去世之后，每一次听音乐会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对不起这种感觉，是吧？对不起儿子，对，对不起，就是我还在享受，我还在享受人生。这种感觉，这徐老师知道吧？我觉得可以，对我们是对很多生活中遇到变故的人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安慰或者一个辅助。真是这痛失爱子啊，那是多大的打击！但是我也觉得您到今天居然说出来了，说时间真的可以治愈一切。是的。不管多么痛的损失，时间都可以治愈吗？但这个痛本身它是深深的留在心里的，只不过说你不可能天天都生活在这个氛围之中，停止了你的这个继续的生存的这个欲望和生存的可能性。而且很多事情你可能正是在这种感觉中间，你才做得更好。为什么？我的好多作品悲喜同源什么都是因为他呀。对，万年欢悲喜同源，然后江城子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对，
都是深有感，有感而发嘛。那这也就是中国性嘛，我们所说的，对吧？是在抒发一种情感，是很深的情感，直接联系到灵魂啊等等这些。而这个时候你不会去想西方人们什么不煽情，这个它有多么时髦什么的，所以你才会有一种自然的一种灵魂感召的一种力量和勇气去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我喜欢就行了。只要我有感而发，我就相信这个力量是一定，它是超越人为的环境因素的，它自然会有生命力。但是大多数人，我们搞创作人，一旦进入专业领域，搞文学的其实也一样，知道吗？他都会想，哎呀，我这个时髦不时髦啊？我这别人评论会怎么样啊？什么？搞电影的尤其忌讳，我觉得最忌讳的就是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做的那些个投其所好的东西。他就想，哎呀，我这票房怎么样啊？等等等等，能有好电影吗？但是我又觉得呢，您这个遭受了这么多啊，而且你看这陈老师这个身体，他基本上就是出来做咱们这个节目一趟，回去可能就得病个10几天，就是这么一个身体状况。但是您看哈，我分析您的一些行为啊，前2年在上海，那他就是离开他的隐居地，要去上海，这对他来说是个身体上面极大的衡量，以至于就是发烧了嘛。到那就发烧，就像今天我们到场，他也是觉得身体状况就不太好。我现在是发抖，这个心里边的。哎呦，那咱们赶快结束。也不用，这个既然来了，就尽兴嘛，拼了把老命啊！对，我，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就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么危险的身体，但是还是愿意出来说，或者还是愿意把自己的书，因为窦文涛。因为我们上次节目做得太好，哎呦，这很简单这事儿，知道吗？我太感动了。因为一般情况下，我是非常不愿意见人的。我就那点经历，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寒暄。就大家说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然后这个是让我非常，就是很让我焦虑，知道吗？但是当这件事情有意义，它能够向人们有效的去分享你的心灵感受的时候，那是值得你花出生命的这个代价去做的一件事儿。不要看它小，知道吗？它就是对你的一生的一切都会反哺的，都会给你帮助，给你力量。所以上次我们这个节目播了之后啊，这好多人跟我说，你说你发现了个宝藏男孩，我说是发现了个宝藏老男孩，是吧？说哎，这深山之中隐居就这么，因为他这个圈子啊，世人知道的也不多，对，好多人都不知道。这就是奥运会主题歌，大家知道。你看，我就跟你讲，你现在慢慢领略到他这种性格。比如说，我这个作品要是有一个不满意，预定了的演出经济损失我全赔，我不演了。就是然后呢，就跟每一次的谈话都要至诚的，所以我总有一种印象，您就像个老战士，勇往直前，坚持到底，留下刻痕。我有时候觉得您是一个这么就是我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就是每件事都要认真的做，就是等于像他刚才讲的，比如说去见这个老师哈，每一个机会都要竭尽全力去准备。浪费任何一个机会都是不可原谅的。你说这个人要不说一身病呢，你实际是摧残身体的。对，这我知道。年轻的时候还有体力，我觉得摧残就摧残了。然后到年老的以后，我是很谨慎的。但是虽然我觉得我又有义务，比如说我在乡村啊。普及这个音乐教育啊，就那些农民的孩子，他们是应该受到好的教育，特别是能够走出乡村，看到更大的世界，给他们一次机会，对他们的一生的影响都是不得了的。这点我是知道的，所以我能做，我会尽量去做。
但是我不要去做那些打哈哈的事儿啊，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意义。而且我建议大家都看这本书这本书特别宝藏，是吧？对，我觉得也是能挖出好多东西。他经历的整个这个每一个历史时代，我觉得真是可圈可点。而且在他这样一个人，就是说你说是台州人哈，他有种都梗着脖子的硬气，说真话很难呐。但是呢，就是要求自己，非梗着脖子也得得罪人，也得说真话。这个我作为主持人，咱们都知道这有多难呐。咱们可以不说，我们不说，但是做不到像他这样不给人面子，甚至不给权贵面子。我想问您，在您的价值观里啊，您是不是追求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呢？不是，我是追求我的作品能和我合为一体。就是说，你真诚的去做一件事儿，就是说是，比如说是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必须就是你。这个时候等于是你的永生，而不是雁过留名。因为留名用什么办法的可能都能成功的，但我不是这样的，我就是想做一件事儿，所以一般来找我的人，他们都害怕，我知道。他们都害怕，怕什么？拒绝，我肯定拒绝，99%的拒绝。那我有一个好奇，陈老师，就是最近我看您这本书里面，您说要留下那个作品嘛？那作品未来的命运你想过吗？因为我特别好奇，就瓦格纳，他一定想不到，他后来的作品是被纳粹德国奉成像国乐一样的。那他如何把握他作品的命运？这作品的命运，那作品的命运怎么办？你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也有感触，因为他太势利了，我觉得因为他为自己建剧院，他为自己规定他自己死后这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呢，他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去推广他的思想和音乐，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音乐外的。都是艺术之外的事情，所以他的音乐中间你就可以听到有很多故作伟大的痕迹。但是我说这个没人听，因为那德意志那不得了的一个国家文化，尤其是音乐文化的国家，那他们确实有自己的传统和自成一体的这种荣耀，是吧？我们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要做这种在没有中间的一个独立的人，我看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满意，因为70年的生活过去了，我现在可能没有精力或者能量再做一个，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来找我，希望我也能理解这种心情。其实我非常希望能做下去，但是当我就说真正的想要集中思想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那种冲动。其实我所写的重要的作品，都是在那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没有费什么力气。他就是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这么说话，你就完了，就结束了啊，认认真真把它做好。可是现在却不行了，那就要用完全是生命的，就是最后的气息去做的时候，还是很难的。但是我还是想，最近终归5年了，我没有在写音乐啊，5年了，一晃就过去，从19年到现在，我想最近重整旗鼓试试看吧。但是最近身体又让我觉得这个事情老天不作美了，是吧？已经写音乐的时候，这个身心是一个什么状态？写音乐必须是把就是生命都放进去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也有失败的作品，我都知道在那个过程中间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样一些个私心杂念。差一点真诚，这个作品都
看得出来。不光是差真诚，还差精力、差能量、差技术，都差。哎呦，这是一个确实一个很难的一个音乐创作是挺难的一件事儿。我一直有一个好奇，因为我们读文学作品，然后看电影，讲到艺术家、音乐家、画家，都会有一个缪斯，可能是个具体的人，可能是某一个他的宗教信仰，总之是个缪斯。您的缪斯是什么？有吗？你只能我没有一个固定的人，就是说他永远是最棒的，是吧？只有相对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听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或者在这个人的这个时期，比如说斯特拉文斯基的他的最著名的什么《春之祭》《火鸟》啊这个时期啊，也就是1913年前后这些作品，然后这个拉威尔、这个达芬尼斯啊这些作品，这是比较就是特别让我五体投地的作品。然后其他的作品你会觉得就此时彼时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说到这个伟大的音乐历史中间的伟大的人物，莫扎特是个天才，可以信手拈来去说出一些很灵动的话来。贝多芬是个天才但是真是有人生的生命的这种精神力量的一个人所以我说这个。但是您没有讲什么任何当代音乐家的、现代音乐家的名字。我讲到一个李盖提，你知道吗？那李盖提最近在北京开音乐会，几乎一个场子只有10来个人、20几个人。那这说明什么？只能说他在中国这个环境中间，我们中国的听众，因为他们还停留在19世纪，就完完全全的停留在19世纪。他们不愿意去听新的东西，他们不觉得无聊，知道吧？翻来覆去的翻烧饼听一个东西，然后比版本，是吧？比乐团，比演奏家，比指挥家，比音响。对，这不是听音乐啊！人的欣赏标准应该不断更新、不断进步吗？你至少要对新的东西、不同的东西，时时刻刻保持着一种敏感、开放的心态。但这个利盖蒂，如果他们的营销策略一换的话，估计听众观众会成倍的增加。在上海就很好。但如果说利盖蒂他是给这些电影做过或者不是做过配乐，是这些电影用过他的乐曲的话，肯定很多的那个乐迷还有电影迷都会蜂拥而至。上一上鲁豫的电影沙龙是吗？因为这个名字本来我不知道的，后来我看您的书，然后我就去搜，我一搜我说这么多电影跟他都有关。你看，就是这个切入点一下子让很多的一般的不是乐迷的人就会有就是营销天才。营销重要吗？对于伟大的作品，他们肯定不屑的，他们不屑的。我觉得不需要营销，因为他如果有生命力，他自然会焕发出来。即便是在中国也一样的，知道吧？那比如说中国人就是那么喜欢坂本龙一，我就在问坂本龙一做什么了？坂本龙一不好吗？做什么了？做了一些作品呢，很少不算多是吧？不是，不但很少，而且呢，范围说就是比较局限，而且呢，他所做的所有这些范围之外的音乐，都有附庸风雅之嫌。这是我的感觉，我这人很，这就是您的性格。那我跟您汇报一下，我昨天去看了一个坂本龙一的一个纪录片，中国引进的，叫坂本龙一，绝响还叫什么？就他去世之前，在 NHK 特别好的一个录音棚里面，录了一段像音乐会一样的，整个纪录片只有他现场弹奏的画面，音乐，连字幕都没有，108分钟将近。说爱的人哭得要死，然后不懂的人或者不了解的人也有会昏昏大睡的，就是呈现两个极端的表现。这不说明是，我觉得这不说明什么问题，也可能他在100年之内一直都很火，这都是有可能的。这不是我的菜，关键是。您对偶像怎么看？没有偶像，
我在我心目中间，不存在这个偶像这一说，就是好就是好，不好不好，你知道吗？不可能有一个人是个完人，他全部作品都是很伟大的。即便是贝多芬，也一样，他也有这个那个歌功颂德的作品，你一点都完全留不下来的作品，对不对？他也有的时候这个人格呀，我觉得是很矛盾的，因为他始终就是崇拜贵族啊，特别是贵族妇人啊，也想跟这个贵族小姐结婚啊。是这种附庸风雅势力啊，和他所说的东西是矛盾的嘛，对吧？哎，这个有点像咱们中国人说的，难道字要如其人吗？就是说，一个人他可以这个我就这么说吧，有那些伟大的作品的那些人，他本身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他的人，陈老师这个话印证了我一直思考的中国古人为什么说士必先弃时，而后文艺。它可以有瑕疵，但它必须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就是它必须是一个像艺术品一样的人格，而且要小心。所谓它那些瑕疵，可能不是瑕疵，而只是你不理解。那我们当代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把这个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区分开来看？因为我们当代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无法知道他的作品是不是终极伟大，是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所以就我们可能碰到了一个大家怎么评论这个人，对吧？这个争论也很厉害，但这个东西和我们所说的伟大的艺术家根本不是一个层次，还没有进入这个层次。我经常说王尔德这个人，对吧？那伟大的戏剧家，然后文学家，不得了的一个就是大才子，对吧？写了那么多剧，然后最后有这些遭遇，最后逃出英国，在法国生活了最后那些年，但是100年之后证明他的行为没什么错。所以关键是时间。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评价一些艺术家的时候，说这人怎么烂什么的，他不是烂啊，他真不烂啊，他只不过是比你强太多了，你不能理解。但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特别割裂，因为我几年前在巴黎的蒙田大道旁边，一老头干瘦的，在那讲法语，声音很大。我一看，我说：“哎，这不是波兰斯基吗？”啊，作为观众，我内心其实是有割裂的地方的。一方面，我喜欢他的作品，但同时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我没办法去忽略不计。我觉得太近的人，我们真的还是无从评价，太近了。有没有永恒的艺术品？我们没看到，因为我们需要时间嘛。这个时间，人类的有效的生存时间还太短，对吧？我们看到什么3000年、4000年，这个说不上永恒啊。还需要很多时间。但是我理解陈老师的这个艺术观呢，就是坚持你自己。做你自己至诚的想做的、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呢，让时间来检验你。那可能这人早已经灰飞烟灭了。当然了，是吧？肯定自己是不知道的。自己是不知道的，就是自己这辈子算是怎么回事儿。但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当中，什么东西是终极信仰的呢？是王权？是大亨有钱？如果这样比较的话，我宁可相信，我宁可崇拜这个洛丹的雕塑了。他把一个人，不管这个人你喜欢不喜欢，在一大块石头里这么雕出来，那你其他的伟大的人物，你能做到这个吗？所以艺术的这个可能性，你刚才说这个改变世界、原子弹等等，我不知道，但是它至少给我们一个信仰。你其实。
就即便你是一个乌合之众之一，对吧？你不是也要去看电影吗？对吧？你也去看戏啊，你也读读书啊，读小说呀、金庸啊什么的，大家都有这种需求。这些东西其实无形中间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的，而且影响的很深很深啊。然后我们又会反过来说，就说这个艺术就是个娱乐啊，可有可无。艺术绝对不是可有可无，它的力量绝对大于其他的一切，就给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4个人，我们从小所受的文艺作品的影响，无论什么形式文艺作品，难道少吗？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和文艺作品有多么深的关系啊！塑造灵魂。对啊，所以我对那些就是看了艺术作品，然后又说你他妈这帮戏子什么的，我觉得我也很悲伤，你知道吗？真的很悲伤。我只说这个，你说人家是戏子，他如果说真是一个很坏的人，你愿意说他，那也是你的问题，说不定他并不坏啊，只不过他作为人来讲，他可能七情六欲和你的不太一样，但是他们能够为人类所做的这些个，无论是服务还是贡献，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社会的发展或者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这期节目，对吧？这节目我们虽然不是文艺作品，但是我们都是拿自己的心去与这个听者对话的，对吧？这个就它自然就会有力量。如果你在这坐着跟你打哈尔说，我这话不能说，我那话也不能说完对我没好处。如果哪人看了以后，说不定要怎么着我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节目就变得毫无生气，没有任何质量。真的，我们3个是用心在说话，陈老师我觉得是用用生命在参加咱们这次圆桌派。我觉得这是我说大了。不是我真的觉得您的这种至诚啊，让我真的是好感动啊！你不要煽情，我所以说一定要煽情，你要克制情感。哎呀，我真的觉得，所以这样的情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我看他说话，我心里就在担心，他简直都气若游丝了。你不要在这掉眼泪啊！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你那个节制是高贵的，高贵。一节制下来呢，也许我们没有勇气说艺术是最伟大的，但是至少客观的来说，人类以来有4种活动是无法彼此取代的，一个是经济、政治、军事都是经济的延伸；第二个是科学，它要找寻事情的真相；第3个是宗教，人类永远他们要假设一个道德的追求；第4个就是艺术。这4样东西，人类到哪天，它一直在哪天。对，所以说刚才这个听陈老师讲，为所谓的戏子哈，实际是灵魂工程师，说了这么一番话，我觉得也需要加一个附注，得是陈老师这样的艺术家，做出的是营养人们心灵、营养人们灵魂的那些作品的人，我们对他们应该有更多的理解。特别是我觉得就这么一个，我觉得他的一切，他的生命就反映在这儿了。这家伙呕心沥血，是吧？气若游丝，还在想着如何能够追求自己跟自己的作品合一。我觉得您这个人呐，就是让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您活得特别深呐，一步一个脚印。你看他这书，你就能感觉到，是每一件事情啊，我就觉得像这个在钢铁上镂刻一样的那种，给我那种感觉。您是一个追求要留下痕迹的人吗？我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实际上是有想法的啊，我并不是在写一个我个人的简单的历史，所有的章节后边都是有隐喻的，就是我很想，就是通过我们这个100多年的历史，从我父亲那清代末年嘛，然后到我这100多年的时间，
所发生的事情，对比我们当今社会人们的方方面面的追求啊，然后国与国之间啊，这个的这种过往所能够引发的思考，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深刻了。这历史就是那么悲惨的发生着，然后悲惨的消失着，你都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看过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幸亏我们还活着，否则真死无对证。妙啊！所以您也是一个见证者啊。您现在这岁数啊，已经奔着孔子去了。我不是咒您啊，您这至少能比孟子长寿。不是，他现在在山中应该是彭祖的年龄啊，也可以到了回首一生的这么一个年龄了。您对您自己这一辈子，要说做个评价，自我感觉怎么样啊？有很多遗憾。遗憾呢，就在于，不是说我回首往事，我觉得这件事没做，那件事没做，我没有，一点都没有，因为所有的事情，我都是尽心尽力去做的。我的遗憾是，我从年轻长到大，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间，我会犯很多错误，有些错误是让我每一次想起来都心痛。我真是收获满满。但是呢，还是留下一些遗憾，即便是非常小的，比如说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到同学家去居住，然后呢，没有给人家足够的房租，这是我想起来，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吧？事情不大，但是我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啊，这种例子在年轻的时候，在你穷困的时候是很多的啊。您觉得很对不起，就不符合你后来逐渐明白了以后的做人的那些信条，也就是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统一的像一个人一样。我后来的要求就是这样，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人听到我说的任何一句话，与前面10年前的不能矛盾，一定是像一个人说的。您会有很多不能释然吗？做错了肯定会有一些遗憾的，对。比如说对儿子的教育啊，这些缺失，是永远的遗憾，不可挽回，对吧？如果能够更宽容一些，对吧？不要有那么多父母的这种望子成龙的要求，不是更好吗？可惜，无可挽回，是吧？会经常现在沉浸在这些往事的痛苦当中吗？有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很难免要想嘛。有时候早上清晨醒来，然后一想啊，不在了，不在了，这时候就会有这种，这失独老人，这是必然的，这是摆脱不了的。您现在的这种生活，外表上看有点像陶渊明，但是您正好可以说说。是陶渊明那样的心境吗？在这种黄泥岭那样的环境？不是，不是，因为世俗本身它根本就不容你躲开啊。尤其当今社会，网络那么发达，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在一个角落里不知天下事，对吧？总是会有烦扰，即便看到一条新闻，你心中还是会有波澜。对，就是即便是国际事务的新闻，你都会心里想，这个人类真是没救了。但是像我们老说心远地自偏，那反过来是不是也成立？就是地偏之后，心自然就会远。会的，这个会的，因为那儿中国还是一个新的环境。我就说，像法国是个环境，中国是个环境，黄泥岭也是个环境，在那里边你能体会到的，和在外面体会到的完全不一样。你没有饭局，首先是吧？还有短视频。有短视频，但是比如说电话，我是绝对不接的，无论谁来电话，我都不接。陈老师听播客，是吗？对，我听播客。他是这么不容易啊，
从千里迢迢从他的隐居地啊，上次我们是到您那儿去寻访您了啊，来到了我的隐居地，我们没办法，我们这隐居在节目里，我们大隐隐于市，不是我们隐藏在我们的面具后头，只能在心里倾慕陈老师。我真是认同观众朋友跟我说的，我在最昌的黄泥岭找到了一个宝藏老男孩，哎，与我心有戚戚焉。特别是今天您这样来，我真是太感动了。我觉得你十几天病啊，我得内疚十几天。没事没事，我也很感动，你们能够请我来上这么一个有质量的节目。哎呀，在您面前谈不到质量，得有您那样的精神，才能做出有质量的作品来。学习了，学习了，谢谢陈老师。您看，我怕细菌传染您，我都不敢跟您握手。我们刚刚都已经握了，不是？那我也要握一下。谢谢陈老师，真感谢啊。好，那咱们赶快，陈老师休息吧。今天我们既然叫如戏人生，对吧？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戏人生将要在18号演出的这个音乐，我已经非常荣幸的于昨天把它给取消了。昨天我们是第一次排练，排练之后，我觉得这个音乐没有达到我自己的想象，里边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吧，应该这么说，或者说一些错误。我不能允许自己做一件自己达不到自己标准的事情，所以这个损失非常大。因为这样做的话，我们牵扯到了所有联合委托方，对吧？各个国际的4个方面，然后牵涉到出版社，牵涉到乐团，牵涉到已经做的所有的宣传，牵涉到大剧院乐团在美国的巡演的各个剧场，都牵涉。但是我觉得在艺术面前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其他一切我就说我负全部责任，这就是如戏人生，就是不要把所有那些行政的东西看得过重，那些东西都可以解决，但是艺术那是梦想，梦想是不可以打破的。就是说，陈老师是一个就是自省到苛刻的人，我就说洁癖，就是他甚至担心我跟你聊个天我会受到你的一些污染，如果他认为你是污染的话，那他这个的确就是跟你像跟绘画现在就所谓冷抽象也有点像，就是你不要讲感情，那西方的这种就是就好像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理论，认为所谓世界的本质不应该容有我的这种东西，就是解析出世界的基本原理，他们好像是科学的那么一路。理性在他们艺术创作中，理性非常重要，这比我们要重得多得多。中国人不太讲这个，中国人还是重感情，对，重抒发，重抒发感情。但是在各个艺术门类当中，音乐中国古典是最弱的，相对来说，是吧？因为留不下文献嘛，这是最难的。你绘画就留得下，对吧？绘画东西很多，对啊，建筑也有很多实证，文学更好，但是音乐留不下。再加上我们留下来的东西，你可以发现，我们的留下来的东西还比较说原始不太合适，说初级吧，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节奏记谱，就是你在记一个音乐的时候没有节奏，你让人家怎么样去知道你这个音乐是怎么样演奏的呢？哎，这怎么形成？为什么我们不重视这个节奏呢？可能和中国古代文人的那种气质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不走齐步。齐步走，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没这个习惯。你就是大臣上殿，他也不齐步走啊，
啊，它也不是踏，不是这样走的，对吧？啊，那么这个军队的这种感觉，其实在中国是很少，应该说这种齐步走人很晚。然后我们的这个庆典，然后也不是这种，就是有大规模的音乐相伴的，因为我们当时只是有几个可以能够听得见的音乐，声音都非常小嘛，所以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最多还是文人自己在房间里头一个人就是自娱自乐的东西，而且也不及匈奴啊这些游牧民族的，他们马跑啊，这个好像音乐感要多一点。而且他在旷野中间的那个音乐的声音也会大。这可能有关系啊。我们是散散漫漫，而且乐器也很多是他们那里传过来的，胡琴、琵琶，对不对？我觉得戏曲音乐中国是很有特点的，是吗？当然，我们戏曲音乐没有记谱啊，这是我们的缺陷，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严格的戏曲音乐的记谱。但是我们有失传，这是也非常厉害。但是失传时间也200多年了，时间不是很。他说戏曲，你看，就是那个拉胡琴的，他看着这角儿。你要唱几拍，对，它是没有一个规定性，那不跟爵士乐一样吗？对不对？爵士乐约定俗成，但是这约定俗成的本事是很大的。它那是那个鼓诗是节奏的灵魂，就是我怎么敲，大家跟着来啊，我多快，我多慢，我什么时候起，我什么时候停，靠鼓。对，这个古典的节奏在中国传统的戏曲中间非常丰富。哦，戏曲节奏感好，非常丰富。咱们奥运会开始不都是打鼓吗？对，哎，对我还忘了，我特别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说您身体还行吗？他讲了2个小时，刚想起来。对，不是，我们那次采访完您之后啊，又去到苏州啊，找了一个昆曲的老行家，他就讲到一个现象，你像我们呢。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儿，但是我注意到您在采访的时候，您提到过这个，就是说他在他的作品里面有这个昆曲的这个唱腔，他讲到他说，哎，要怎么唱的话就倒字了，这个倒字，我们到苏州跟这个昆曲的这个老师啊，他一讲我才，就是戏曲唱的每个字，他在音乐当中这个字的发音的声调，也是要跟你语言当中的这个声调是一个调的。就等于当然他说的是苏白，他说要这么说，流行歌曲都是字都倒了的。他说我们听着就很不舒服。你比如说大海，那打怎么就是打呢？你应该是大海，对吧？就是他管这个叫倒字。哎，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说当时中国的音乐人他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因为英语歌曲，英语没有这个东西，对吧？那么你看，他把这个曲调谱在汉语的词上面，它不吻合的地方，其实也就这么很生硬的，就这么弄了。所以说，导致现在的流行歌曲，其实应该说从戏曲的角度，都是倒字的。您觉得这算不算是当年，就是比如说100年前中国接受西方音乐文化的时候一种生硬的照搬呢？也不完全，因为我们在学作曲的时候，关于倒字的问题还是很强调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它只能是相对而言，不能绝对化。而在中国戏曲中间是相当绝对化的。而且它那个用的是中州腔，就是它不是我们的普通话的意义上的这个咬字，所以它的咬字特点也不一样。如果今天人听戏曲，你听得懂吗？你不知道它唱什么词，对不对？它不倒字。但是你听不懂，因为这离我们的时代其实已经相对的比较远了。但是我们的现代的歌曲中间也非常强调，就是在教育中间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李杰夫，比如说李杰夫这个作曲家，他写了很多诗词啊什么的，他很注意这个，就是我们听他的歌，我们能听懂。就是他都吻合他说话里边的这个声调，有的是不太倒字，有的是倒字的，就是，就等于你像当年这个宋词，他这么唱，他谱成曲这么唱，
它每一个字也是符合，当然他说的当时不知道是哪一种方言了，但是也是符合那个方言里它的声调的。您觉得应该讲究这个吗？应该正音应该讲究，尽量的让人听懂。这个听起来是很合理的，对吧？就是说你一种语言，你的声调出现在音乐当中的时候，它应该还是这个声调，听起来感觉很正宗。就如果说你本来应该是高音，就是这个声音往上扬了，然后你的音乐走向是往下降的，那就是最容易让人完全不理解你在说什么。比如说我这个《江城子》里边，10年生死两茫茫，对吧？我尽量让人家听懂，但是还是有人可能是听不懂的。但如果你是写的话是10年生死两，可能会他会听成另外的词。那李杰夫的话，比如说我们走在大路上，你听清清楚楚，说什么啊？对吧？你就让这我们是共，那窝的出来你都不知道是窝头还是什么。所以凡是听不清的，凡是没听懂的，都是语调和那音调是别着的。所以我觉得这陈老师这个，他把这种戏曲的这种放在这个等于说交响音乐作品里啊，带来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我要是个法国人啊，我觉得我会好喜欢，就我会觉得好特别。但是这种表现力我能理解，他们说词是听不懂，但是呢，就人类共同的忧愁、悲伤、喜悦的这个我们听得出来，哪怕你是但是感情是人类共同的。期待陈老师接下来的作品。期待，哎呦，您如果能接下来的作品，我觉得最欣慰的就是证明您身体还行。即使有89万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
那是鲁迅讲柔石。布廖子的幻想交响乐。比赛的卡门的。后来就比较喜欢马尼诺夫。什么列宾？肖斯塔科维奇啊。纳博科夫。你们别忘了赵无极啊！我为什么说东方主义啊？杰默森的瓦格纳。比如说斯特拉文斯基。势必先弃实，而后文艺。然后这个拉威尔。存在主义。新小说派。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豪华驾乘更自在的广汽本田冠道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怡宝至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